美国武装部队防御准备状态警报系统官网2月21号显示，当前警报评估等级已经达到3级。美国武装部队防御准备状态警报系统是一个私营开源情报机构，用于监测军事准备状态、恐怖分子以及针对美国的核威胁。1级为最高级别，相当于战争状态或核威胁。历史上有3次达到3级警戒，分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1年的911袭击。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2月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久前抵达波兰的美国士兵开始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演习。此前，德国联邦国防部发表通报称，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沃尔特斯的要求，在与盟军密切协调之后，德国将提高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辖下德军的战备等级。通报称，该升级不涉及增兵或军事调动，仅是作为预备措施，加快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反应时间，而增兵或军事调动等则需要北约委员会的批准。如果按照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乌克兰没有把握完全抵抗，这样美国在周边各种兵力调动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比如目前美国在波兰已经部署了第82空降师，在斯洛伐克已经启用了新的战斗机机场，另外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有大型的装甲部队进驻。如果按照目前所谓乌克兰的危机形势一旦发生变化，美国在周边将有强有力的协助能力，这样美国向前线部署各种武器装备，包括大量兵力，就会找到充分的借口。所以目前向一线国家进行倾斜部署，从2线向1线增强部署，这是基本意图。短片中提到，俄罗斯其中一个底线是北约停止东扩，而美国却与乌克兰的邻国斯洛伐克签署军事协议，使美军在斯洛伐克构建永久军事基地、部署核武器成为可能。请教一下白先生，美国此举有何意图呢？目前美军在欧洲的部署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态势？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战略平衡实际上是处于失衡状态。那么俄罗斯呢，可能除了这个我们说这种大杀器之外啊，其他方面可能跟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的放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呢，怎么样通过在欧洲部署力量去压制俄罗斯的这些战略打击的武器，是一个主要的任务。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美国方面进一步的试图把这些相关的装备往前压，甚至我们之前看到乌克兰国内有些人喊出这个愿意让美国部署萨德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是希望把这种相关的预警和涉及到这种战略武器防御的装备呢，压到俄罗斯的边境，最大限度的呢，保证美国本土的这种预警时间和安全啊。这个我们说并不是为了欧洲的安全，而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俄乌的整个的紧张局势的大的这种背景的掩护之下，因为我们说相关的局势是美国人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力量，包括空中力量也好，包括这个地面的部队也好，包括一些这种预警的相关装备也好，其实都是在向东欧逐渐的前突的。